来，高达 Z 的2024新剧场版的最新 PV5 出来了啊！这次的 PV 一出啊，基本上新剧场版的大体剧情就交代差不多了，也验证了我在之前的解析中提出的一些猜测，可以说啊是信息量非常大了。那么 UP 作为一个研究高达 Z 的专家，也第一时间逃班给大家来做一下最新的 PV 解析。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多多一键3连，谢谢大家了啊！这次的 PV 一上来就是大妈嘴唇的拉克斯交代了全剧场版的核心内容。Z 的地之后，战乱依然继续，拉克斯思考怎样才能彻底结束战争。但我们知道啊，一般剧里的角色像这样特别执着于一件事儿，那就肯定会出事儿。所以啊，这次剧场版显然就是大伙儿给拉克斯这个魔杖心买单了。镜头一转，吉拉驾驶着新自由来到战场，接着呢是导弹发射的画面。仔细看这个背影啊，像高达一样的2对天线，盾牌下方呢有2个凸起，背包跟空战强袭很像。这样的机子前面还有一排，也就是说啊，这是量产机。那不出意外的话呢，就应该是105短剑了。结合此处的字幕以及之前放出的情报，这就是蓝宇宙残党在搞事情。而战场的另一侧呢，则依然是劳模基恩，从 C 的开场一直服役到最新剧场版。你问我为啥基恩还能在前线活跃？别问就是 MG 基恩库存还没清理干净呢。接下来重头戏来了啊！绝了啊！我记得 PV1 刚放出来的时候，我凭借着拉克斯闪了一下戒指以及这个牵手的动作，猜测拉克斯和吉拉之间呢要来一个第三者。当时好多人都说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后面的 PV234 里边也没有进一步可以证明我这个猜测的镜头了，所以我也以为啊是我猜错了。结果没想到 PV5 这算是实锤了呀！果然又要搞那老一套的政治婚姻拆 CP 的桥段是吧？而且这黄毛这个镜头呢，我怎么感觉画的跟卡加利似的？平井脸完美复刻了呀！这是看着拉克斯跟黄毛眉来眼去的，旁边这个吉拉没搞个白学构图，我觉得就已经算是导演组的仁慈了。吉拉这里说的话则是。也就是说呀，黄毛跟拉克斯共图大业，吉拉默默干黑活是吧？老苦主了。紧接着吉拉这句话是一颗核弹发射并爆炸的场景。看地貌，首先基本可以排除这是奥布，毕竟地形呢更像内陆，而炸的呢是105短剑或者是温达姆吧，以及一架运输机。也就是说啊，核弹攻击的是蓝宇宙残党。而结合所有目前已公布的消息，这次剧场版吉拉他们打击的对象呢一直是蓝宇宙。再结合吉拉刚才那句话，我大胆猜测一下吧，这很有可能是吉拉直接或间接同意打出去的核弹。这个推论呢还有另一个佐证，这个咱们稍后再说。而稳妥一点推测的话，应该是黄毛他们主导发射的。然后呢，吉拉他们通过这件事儿发现黄毛不对劲，这个推测也有佐证啊，这个也是稍后再说。接着呢是吉拉驾驶新自由斩断一个掌形的飞行器，不出意外呢应该是换色的毁灭高达。可是之前的 PV 中出现的毁灭又不是换色的，所以这一点呢就只能继续保持观望了。然后画面出现的分别是飞鸟、吉拉和露娜，而说话的呢是飞鸟。我觉得这一段镜头语言表达的应该是驾驶新正义的飞鸟质疑眼前这2台机体是谁。换句话说，这里按推测还是飞鸟驾驶的新正义高达，而回答飞鸟疑问的是之前 PV 中拉克斯一行人拜见的小公主。那估计啊就是跟三小强他们差不多，是强化人了。至于是不是幻痛那边出来的，这一点不能确定。然后终于出现阿斯兰的戏份了。要知道之前4个 PV 阿斯兰镜头加起来啊就这一个，一共2秒。而这一次呢，阿斯兰则是直接指出小公主的目的，那就是创造出超越调整者的种族。你看之前咱们都好奇，面对吉拉、阿斯兰、飞鸟这3个顶尖调整者，到底有谁能跟这哥仨掰手腕呢？这下好了，公主直接掀桌子了。你们不是最强调整者吗？哎，我直接不跟你们在调整者这个赛道玩了，我搞个超越调整者的种族，请问阁下又如何应对呢？不过可惜的是，虽然这次阿斯兰话挺多，但露面呢依然只是2秒不到。前面他说话的时候啊，要么是几个新反派，要么是他的好基友伊扎克和迪亚哥，要么就是身处奥布的卡加利，甚至呢还要把大天使号的镜头塞进来。剧组是有多不想让大家多看几眼阿斯兰呀？不过大天使号这个状态也挺奇怪的，2个舰载机弹射轨道全都打开，两侧的线性大炮呢也已经准备好了，有点搞不懂这究竟是个什么场景。不过结合阿斯兰一出场就爆内幕，这次他主要是情报工作这一点可以是肯定的了，而且呢有可能是在大天使号上工作。话说阿斯兰就露这一面，还紧锁眉头苦大仇深的，看起来又让人担心啊，不会是
接下来的镜头呢会比较迷惑，刚刚展现了驾驶舱里的阿斯兰说话的场景，又出现了新正义被围殴的画面，很难不让人联想啊，这新正义应该就是阿斯兰开的吧？确实，这个问题也是我看本次 PV 以后呢心里最大的疑惑。根据之前的 PV， 在新自由、新正义、新强人以及新勇士登场后所出现的这4人画面，怎么看啊都像是对应的驾驶关系，那就是吉拉开新自由，露娜开新勇士，新妹子开新强人，飞鸟开新正义。新正义和新勇士共同战斗的画面也暗示开新正义的应该是飞鸟，包括本次 PV 飞鸟说话时配的也是新正义的画面，怎么看啊都是飞鸟在开新正义。但偏偏这里呢又出现阿斯兰在驾驶舱说完话后给了一个新正义被围殴的画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可能啊，要么是新正义就是阿斯兰开的，之前是我搞错了，要么就是新正义是飞鸟开的。这个新正义被围攻的画面呢，是导演组发现前面大家都猜透了，这样惊喜就少了，所以故意混淆视听用的。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新正义、飞鸟和阿斯兰都开了，而且好像呢还是飞鸟开完了以后，阿斯兰给新正义玩坏了。毕竟被围殴的画面是阿斯兰说完话以后出现的，但我更倾向于啊是新正义从头到尾都是飞鸟开的。继续跟压一根高达马克比啊，然后这几张照片就挺有意思了。最左边是吉拉和阿斯兰一对好基友，左中上方呢是吉拉带着拉克斯见公公婆婆了。看背景啊，应该是在吉拉的海景房前拍的，估计是公公婆婆听说儿子要当赘婿了，赶紧过来看看好儿媳。左中下呢是吉拉和他的几个好同学，好家伙，夫雷连个侧脸都没有，剧组是生怕大家推测出吉拉心里边还有夫雷是吧？右中上是大天使号上面的成员们，右中下呢是拉克斯和小姑子卡加利。从照片中不难推测啊，拉克斯是负责做甜点的，卡加利是负责震惊的，抢我亚瑟的活是不是？最右侧则是吉拉带着拉克斯骑摩托，咱先不说拉克斯这身劲爆的打扮啊，就说吉拉这小身板，婚姻生活真的没问题吗？总的来说，这些照片一看就是吉拉所珍爱的人们了，但吉拉说的话却是，也就是说呢，吉神对这个世界很失望，对不起他珍爱的人们。吉拉是终于要走上客队的老路了是吧？接下来的画面呢是木叔驾驶的村雨被斩，好家伙，新剧场版里边接着让木叔吃瘪是吧？急得马流都站起来了。从这短短的几句话呢，就可以看出马流一行人啊是被黄毛给骗了。此时此刻才发现这是个陷阱，一个是大天使号被围攻，一个是他们也目睹了黄毛打核弹的行为了。这也是为啥之前我猜测啊，可能这核弹啊是黄毛打的。不过这里有个重点啊，那就是虽然神舵手还是那个神舵手，眼镜男还是那个眼镜男，但 CIC 不是米利埃利亚了。从发色上来看呢，也不是美玲，可以期待下新 CIC 妹子的声线了啊！之后是吉拉无双的镜头，但说话的呢却是黄毛。我之前之所以会猜测发射核弹可能会跟吉拉有关，就是因为吉拉在新 PV 里边战斗依然是削人棍为主的，而黄毛呢却说他是沾满鲜血的双手，所以我觉得啊，只有把这个核弹和吉拉联系起来，这句话才更有重量且有说服力。至于后面那句让吉拉堕入黑暗，这就有点太中二了吧？关键是吉拉还挺配合啊，有种强行降智的感觉。最后一个画面呢，就是大嘴唇，不是，就是拉克斯担心吉拉的画面。我觉得这也充分说明了拉克斯其实什么都明白，黄毛心里的算盘，吉拉要背的黑锅他都懂，但是呢，事态已经超出自己的可控范围了，基本上也是动漫里边常用的桥段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次 PV 的分析了。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瘾呢 ，UP 近期也会继续更新 SEED 为什么火系列视频，将从歌曲、机设、背景故事以及人设来对 SEED 这部剧进行复盘。目前歌曲的视频已经做完，下一个将放出的是有关机设的视频，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波哦。好，那咱们下次视频再见。